我弟的女朋友未婚先孕，而他的婚房还在装修，于是两人匆匆举办婚礼，搬进了我的房子。就因为我带朋友回去住了一晚上，弟媳当场发飙，一把年纪了也嫁不出去，天天在家里蹭吃蹭喝，现在还带朋友回来，你是不是要赖在家里一辈子？我反手将他的行李扔出了门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不想住就滚出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爸妈早早就给我和我弟分别买了一套房子，我弟的房子按照他女朋友陈丽丽的喜爱风格重新装修，还没完工，陈丽丽就突然怀孕了。为了肚子里宝宝的健康着想，他俩就先搬到了我家。平时我弟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每天下了班就为他洗衣做饭、捶背按摩。陈丽丽的客房没有卫生间，就提出和我换房间。看在她是孕妇的面子上，我同意了。后来我弟不好意思地问我，可不可以把你玻璃花房里的绿植换成玫瑰？因为她是孕妇，我弟满足她任何要求，而我也不想让我弟为难，就把我养了3年的绿植换成陈丽丽喜欢的玫瑰。可今天我大学室友来江城出差，约我吃饭，我们俩吃着火锅回忆往昔，又喝了点酒，想着他自己一人回酒店也不安全，不如在我家休息。当晚我们到家已是凌晨，为了不打扰我弟和陈丽丽，我们动静很轻，洗漱完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走出卧室，就见陈丽丽怒气冲冲，一脸兴师问罪的模样。沈月，你没事吧？一把年纪了也嫁不出去，天天在家里蹭吃蹭喝，现在还带朋友回来，你是不是要赖在家里一辈子？我朋友又愧疚又无奈地在旁边道歉。月月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对不起，打扰到你了，我这就离开。我拉住朋友的手臂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该道歉的人不是你，你不是下午的机票吗？吃完午饭我送你。陈丽丽变了脸色，尖声质问：沈月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，要不然就滚出我的房子。我被气笑了，房产证上写的还是我的名字，什么时候变成他的了？还要我给他道歉？是他脸比别人大，还是脑子里水比别人多？这要是还能忍，我跟他姓。我转身走到他的卧室，拖起行李箱，将他的衣服迅速塞满，然后推开门，狠狠扔了出去。不要以为你是个孕妇就可以无理取闹，这些天我忍你很久了。我手指着门口，冷冷开口，还有，这栋房子是我的，想住我家就给我收敛点，要不然你就滚出去。陈丽丽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做，愣愣地盯着我，随即又笑着讥讽道：你敢轰我？我肚子里可是你们沈家的孙子，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弟的，你就是个外人，我说一句话就可以直接让你扫地出门。我没想到和我生活在同一时代，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嘴里竟然说出这种封建余孽的话。我笑了，那你就试试，看看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。陈丽丽被我气得不轻，砰的一声摔上了门。不一会，房间里就传来她哭着给我弟打电话诉苦的声音。你姐姐在家针对我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惹到她了，她就让我滚。沈傲，她还侮辱我，说我未婚先孕不要脸，我真的受不了她了。听着她哭得稀里哗啦的对我弟颠倒事实，我越想越气，点开家族群，将刚才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。这是只有我们一家4口的家族小群，平日里经常聊天，
当初沈傲也拉陈丽丽进群了，不过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退了。消息刚发出去，我妈立刻就看到了。不过她并没有因为陈丽丽怀着孕就偏心她。你弟妹这样做是不太对，等会我和你弟谈谈，让丽丽收敛点脾气。我爸也在下面回复：月月不想嫁人，谁也不能逼她，就是一辈子不嫁人，我们沈家也养得起，轮不着其他人催她结婚。沈傲，你有时间多管管你媳妇，别让她惹事了。虽然她怀着孕，但也不能无理取闹。群里都是我爸妈在输出，我弟始终没有露面。下午我弟下班回到家后一言不发，我看他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，肯定是看见今天群里发的消息，心里不好受。我和我弟年龄差的不大，从小到大感情一向很好，几乎没吵过架，这还是第一次产生隔阂。我弟盛了一碗汤，又端了几个菜送到陈丽丽卧室。我今天上午轰陈丽丽确实是有点冲动，于是我贴心地给我弟倒了一杯热茶，想着要不然和陈丽丽道个歉，不是服软，而是不想让我弟夹在中间难受。他低着头坐在餐桌旁，脸上的神色有些低沉。沉默了一会，沈傲抬起脸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抱怨：姐，你是不是看不起丽丽？我愣住了。沈傲又开口道：我知道这是你的房子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直说，没必要欺负丽丽。她一个孕妇，你赶她走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和我弟从小到大基本没吵过架，没想到他竟然不问我为什么赶陈丽丽，只凭陈丽丽的一面之词就埋怨我。我被气得笑出了声。他背着你骂我，骂得多难听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搞清楚事实就指责我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沈傲提高了声音，语气有些激动。丽丽怀孕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和她计较？你就不会让着她吗？她要是心情不好，出了意外，你能负责吗？她家条件是没我们家条件好，但也你不能嘲笑她是农村人啊，人家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她凭什么要受你的委屈？沈傲有些冲动，歇了一口气，然后又说：要不然你先和爸妈一起住，等丽丽生完孩子我们就搬走。我简直对沈傲说的话感到匪夷所思，这还是我那个从小就成熟有礼貌温和谦逊的弟弟吗？我什么时候看不起陈丽丽，嫌弃她家是农村的了？明明是陈丽丽骂我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还想要占着我爸妈买给我的房子，骂我在家里蹭吃蹭喝，把气撒到我的朋友身上。我不能因为她怀着孕就丢掉底线让着她，她错了就是她的问题，我只是对事不对人。我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满满一桌子菜，突然感觉有些心酸。第二天我接到公司的外派工作，需要在国外待半年。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弟讪讪地站在门口，眼神有些闪躲。姐，对不起，昨天我话说得太重了，我害怕你和丽丽一起住会有矛盾，并没有想要霸占你的房子，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，该搬出去的是我们。我拉好行李箱，戴上墨镜，平静地开口：我要出差了，这半年内都不会回来。我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惊喜地说：姐，谢谢你。陈丽丽在我走之后还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附带着一张图片，是沈傲给她买的最新款爱马仕包包。某些女人还不是被灰溜溜地赶出家门了，拎不清自己的地位，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呢，还敢和我斗？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沈家的孙子，将来沈家的一切不都是我的？怪不得没男人要，我就不同了。我老公快把我宠成小公主了，非要花10几万给我买包，我都说不要了，他就是不听。
底下还有陈丽丽小姐妹的几条评论：等孩子出生，丽丽你就是沈家的大功臣，到时候母凭子贵，看谁还敢和你作对。嫁不出去的老女人，该不会更年期了吧？没男人要也是她活该，丑人多作怪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母凭子贵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封建余孽呢。我没把陈丽丽的朋友圈当一回事，但我爸我妈看到后气炸了，他们直接上门找到陈丽丽，要她删掉朋友圈，并和我道歉。陈丽丽见到我爸我妈，立刻就不敢作妖了，毕竟他们房子车子都是我爸妈出的钱。沈傲给陈丽丽买奢侈品的钱是我爸给的副卡。陈丽丽把朋友圈删掉，当着我爸妈的面给我打电话。她在电话那头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姐，我朋友圈里骂的人不是你，可是爸妈对我有点误会，不过我已经删掉了。我想你也不会这么小气，和我计较吧？”我嗤笑一声，顿了1分钟后才缓缓开口：“你想骂谁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能不能注意形象？沈家在江城也算有头有脸的家族，我们家脸面都快被你丢尽了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想了好久也想不明白，我弟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被陈丽丽这么一个女人套得死死的。江城圈里都知道沈家儿子娶了一个胸大无脑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每天在朋友圈炫富也就罢了，还发朋友圈辱骂自己的大姑子，简直蠢到家了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陈丽丽当着我爸妈的面给我道歉后，私下就立马给我打语音电话骂我。她像条疯狗一样叫嚣着：“沈月，你别太得意，我才是沈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只是个女儿，而沈傲是沈家独苗，沈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沈傲的，和你没一点关系。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找个男人嫁了，将来我是不会让沈傲给你1分钱的，到时候你就真的没人要了。”这女人还没蠢到家，害怕发微信会被截屏，打电话会被录音，于是打微信语音。我听着陈丽丽越来越激动的声音，不自觉地勾了勾嘴角。“陈丽丽，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”她得意地笑了笑。谁让沈傲爱我爱得死心塌地，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他都会相信我。要怪只能怪你没找到一个好男人。像陈丽丽这种女人，只要稍微动动手指，就能查出一堆黑料。不过我告诉沈傲，他不会相信，我得让沈傲亲眼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到时候沈傲还会护着他吗？由于我们团队工作效率极高，半年的工作我们3个月就完成了。回家那天，我特意发了个朋友圈。到家时，只见陈丽丽仰躺在沙发上，沈傲正把一颗草莓喂进她嘴里，而陈丽丽只咬了一口草莓尖，剩下的草莓屁股都丢到沈傲嘴里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2个人卿卿我我，问了句：“沈傲，今天周一，你不上班吗？”“姐，我辞职了。”陈丽丽抬头斜睨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很是挑衅。她用手指了指桌子上的橙子，沈傲连忙给她剥皮，切成块装盘，递到她手边。他又接着说：“这不是丽丽怀孕辛苦，我怕佣人照顾不周到吗？”沈傲在沈氏工作，年前我爸就说要把公司一些权利放给他，不过他自己选择照顾怀孕的妻子，我也说不了什么。我走到卧室，听到里面传来震耳的歌声，里面有人。推开门，我就看见一个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正躺在我的床上打游戏。见有人进来，那男人抛出一个油腻猥琐的笑容，3秒钟从我家滚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我指着门口冷冷地说道：“
沈傲急忙跑过来解释：“姐，这是丽丽亲哥陈明，特意来江城看望丽丽的。明明有别的客房，他为什么要睡我房间？”我拉开衣柜，里面的衣服果然被翻过，抽屉里的内衣摆放的位置也不对，首饰盒里好像还少了些什么。谁允许他住我房间的？陈丽丽这时也从沙发上下来，趾高气昂地说：“客房太小了，我哥住不惯，他大老远跑来看我，我想让他休息好一点，住一下你的房间怎么了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”陈明已经套上短袖，一脸蛮横道：“我来一趟多不容易，住个大一点的房间怎么了？再说你一个女人住那么好的房子，不是浪费吗？”我弟小声在一旁打圆场：“姐，我没想到你今天会回来，你别生气了。”我二话不说，掏出手机就打110。沈傲赶紧从我手中夺下手机：“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不就住一下你的房间吗？至于吗？我当然是要报警，家里遭贼了。我盒子里少了一条卡地亚手镯，上次我生日妈妈送我的，盗窃数目5万元，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。”我目光扫视一圈，落到了陈明身上，他果不其然露出紧张害怕的神情。陈丽丽脸色一变，愤怒地说：“不就一个破手镯吗？我赔你就是了。沈傲，赶紧给你姐这个疯婆子转账，让她收拾收拾，赶紧滚，要不然我就不生了。沈傲，这可是我的房子，要滚也该是他滚。”说完，我把陈明的衣服行李扔出门外，把人推出去甩上门。门外陈丽丽大哭大闹：“沈傲，你看清你姐是怎么欺负我的了吧？她还想把我哥送进监狱，她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反正我是不能和她待在一个房子里，你不把她撵出去，我就和你离婚，把孩子打掉。”沈傲这些年工作能力并不出众，比起他，我爸更器重我，所以就只给沈傲买了一套房子，而我除了父母买的一套房，用自己的钱在市中心也买了一套公寓。不过我邻居是个娇妻颠婆，因为她老公多看了我2眼，就认为我勾引她老公，于是我当晚就搬出去了。门外传来沈傲安慰陈丽丽的声音：“要不然我们搬去和我爸妈一起住吧，别墅面积很大，佣人很多，环境也好，更适合养胎。”其实我妈之前就想让他俩搬回家，虽然对陈丽丽不太满意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媳妇，还怀着孕，理应对她多一点关心照顾，可被陈丽丽拒绝了。我才不要和老年人住一起，你爸你妈都是老古董，和他们相处久了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不聪明的。我就喜欢这套房子，我不管，你想想办法把你姐赶走。陈明也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沈傲，你家人就是这么对我妹的，怪不得丽丽让我过来给她撑腰，原来是我妹在你家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委屈。再说了，你可是儿子，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，女儿是不值钱的赔钱货，早晚是别人的人。你姐这么做是不是想和你抢家产？”我简直被他们毫无逻辑的话笑死。陈丽丽自己不也是女人？我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能培养出这样的人。陈丽丽也算重男轻女家庭下的受害者，竟然还反过来用这套思想继续为难同性。可我没想到沈傲竟然会被陈丽丽的挑拨。沈傲哄了一下午也没哄好陈丽丽。陈丽丽娇嗔道：“我哥是来看我的，却平白无故被诬陷成贼，你要怎么补偿他？”最后沈傲答应给陈明买一辆车，陈丽丽才肯罢休。下午我收到沈傲的5万转账，又发来几条：“陈明是看你的手镯很特别，想送给自己的女朋友，
又不知道在哪能买到，这才拿着去问问有没有同款。他不是要偷你的东西。还有，姐，你一直不嫁人，是不是想霸占沈家的财产？虽然你能力比我强，但公司爸一定会给我的。我看着手机上沈傲发来的短信，直接气笑了。我甚至有一瞬间怀疑这是陈丽丽发给我的消息。他是我亲弟弟，我们相处20多年，他竟然会这么想我。此刻我才明白沈傲为什么会找了陈丽丽这样的女人，他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正在我纠结沈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时候，陈丽丽拿着一套 Blogger 新品说要送给我。姐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太喜欢我之前一直不懂事，是我被沈傲宠坏了，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。不过我以后会收敛自己的脾气，再也不给你添麻烦。您就让我和沈傲在您这住下吧，我保证我再也不惹事了。陈丽丽堆起讨好的笑容，脸上因为怀孕有些浮肿。我看了看她手中价值不菲的项链和手链，又把视线停留在她隆起的小腹上，面无表情地说：你要是想住在这就老老实实的养胎，把你那一套重男轻女的言论憋回肚子里。没有人告诉你要尊敬长辈吗？我爸妈现在也是你爸妈，不要再挑拨沈傲和我家的关系。还有，让你哥赶紧离开我的房子。陈丽丽连连点头。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会严加约束自己，不会再做出那么任性没教养的事了。我扫了一眼她手中的盒子，把你的东西收回去，我不稀罕。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计较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的，不会再给你和沈家丢人。陈丽丽乖巧地说道，走之前替我轻轻地掩上门。我当然不会相信陈丽丽肯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，敌人静悄悄，肯定要作妖。我倒要看看陈丽丽究竟要干什么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陈丽丽都安安分分的养胎，一口一个姐姐叫着我都要被她越来越正常的表象迷惑了。看她快到生产月份，我这个当姑姑的也豪气的买了很多婴儿用品，还找人给她安排了江城最好的月子中心。直到我在我房间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，很隐秘的放在2本书之间，拍摄角度正对着我的床。如果不是我凑巧想要拿书，就根本发现不了。陈丽丽是想偷拍我的照片威胁我吗？心想着，我收回了要拿书的手。为了知道陈丽丽的计划，我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在客厅装了一个摄像头。1周后，我在监控器画面看到陈明鬼鬼祟祟地来到我家。画面中，陈丽丽递给陈明一把钥匙：哥，沈月每周日都会在家休息，明天我和沈傲要去孕检，沈月就交给你了，要不要我给她下点药啊？陈明摆摆手，脸上止不住的笑意：不用不用，我一个大男人还治不了她。再说了，下药了就没意思了。我就喜欢看女人挣扎，你可千万不能失手，一定要拍下她被羞辱的视频。陈丽丽像是又想起来什么似的说：你确定那个摄像头沈月没发现？陈明一脸确信地说：当然不会，我每天都观察她的一举一动，我确定沈月一点没察觉。等明天我把她拿下，沈家就是我们兄妹俩的了。陈丽丽面容因兴奋而显得有些狰狞，她激动地说：这些天我在沈月面前伏地作小，就是为了明天的计划。等哥哥你录下视频，有了沈月的把柄，我看他还怎么和我叫板。整个沈家都将成为我们兄妹俩的囊中之物。我看着画面中陈丽丽贪婪扭曲的面容，不由得嗤笑一声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得陪你们好好玩玩。
到了第二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在家休息。陈丽丽给我端来一杯橙汁，姐，这橙子是从西班牙空运来的，口感可好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，你尝一下。看来陈丽丽还是不放心，没有按陈明说的做。在她热切的注视下，我笑着接过来，喝了2大口。陈丽丽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在她走后，我猛地跑到卫生间，开始催吐，直到吐出黄色液体，才把手从喉咙拿出来。然后我拉开被子，躺到床上，等待陈明的到来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才听见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陈明来之前收到陈丽丽的消息，说他已经下了药，这种药会让人全身无力，现在应该起药效了。他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。这些天他一直在电脑面前偷窥，可有钱人家的女儿换衣服都有衣帽间，他一次也没拍到换衣服或者不穿衣服的画面。陈明推开门，果然看到躺在床上的我。我先是感觉一双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脸，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吸声，接着一双手就开始撕扯我的睡衣。我猛地睁开了眼，对上陈明充满欲望的眼睛，他撕扯衣服的手顿时停住。我没有犹豫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他脸上顿时浮现出5个红手印。陈明捂着脸，嘴里骂着：“你个臭娘们，敢打我，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”骂完，陈明紧紧钳住我的双手，更粗暴地撕扯我的衣服，整个身子压在我身上。这些动作已经可以判定陈明的行为属于犯罪。接下来我怎么做都是正当防卫。陈丽丽和陈明不会想到，他们用来威胁我的摄像头会录下他们的犯罪过程。我拿出早就放在枕头下的电击棒，对着陈明脑袋就是狠狠一下。陈明痛得浑身抽搐，身体摔倒在地上。我又拿出一把剪刀，瞄准陈明的下半身，一剪刀下去，直接给他来个绝育套餐。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整个房子里回荡着陈明凄厉的惨叫声。我报了警，警察很快赶到现场。陈明被冰冷的铁铐铐走时，挣扎得很厉害。他凶狠地盯着我，嘴里不断辱骂着：“你这个臭婊子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你这个毒妇，老子不会放过你！”我看着一身狼狈的陈明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举高了手中的针孔摄像头，让陈明看得更清楚。陈明看到我手中的东西，失控了般疯狂地咆哮：“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个臭婊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一个女警皱了皱眉头，重重地敲在陈明背上，严肃地警告：“老实点！”我从警察局做完笔录出来，已经是下午5点。这个时候，陈丽丽已经回家了吧？我有点期待她看到我平安无事时会是什么表情。我一踏进家门，就看到陈丽丽在客厅里等着我。她看到我安然无恙，手中还拎着爱马仕新品时，愣住了，眼里满是疑惑和惊讶。她试探地问道：“姐，你今天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怎么，你很希望我有事？”我冷笑着反问她。陈丽丽满肚子疑问，却不敢显露，连忙挤了个假笑：“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夸你这包好看，没有其他意思。”我又问她：“你预产期是在1周后吧？”“是的，下个星期我就能为沈家生下第1个长孙了。医生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。”陈丽丽开心地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。等1周后陈明的案件受理，陈丽丽应该能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吧？以陈丽丽指使陈明做的那些事，足以把他抓进监狱。
但我还是想等她平安生下孩子后再收拾她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可惜没等到陈丽丽生产，她就在手机里看到了陈明的新闻报道。陈丽丽挺着9个多月的大肚子，来到了医院的天台，闹着要自杀。沈月，你现在立刻去撤销对我哥的控诉，要不然我就从这跳下去，一尸两命，让江城的人都知道是你逼死了你弟的老婆孩子。说完，他艰难地爬上了天台，底下围观的群众也越聚越多。丽丽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你这样太危险了，会伤到你自己的。沈傲试图劝着陈丽丽，她一颗心吓得提到了嗓子眼里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我不下去，你快让你姐去撤诉，要不然我真的会跳下去。陈丽丽尖叫着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就在她和我们说话的间隙，楼下的消防队员争分夺秒地铺好了救生垫。姐，你快答应他，丽丽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也不活了。沈傲哭着求我，声音止不住的发颤。最终，我答应陈丽丽去撤诉。沈傲冲过去，把陈丽丽抱下来。这时，陈丽丽突然羊水破了，被送到生产室。凌晨，产房传来一声婴儿的哭泣。陈丽丽生了个男孩。1周后，我到医院看孩子的时候，却见沈傲沉着脸，怒狠狠地盯着我。沈月，你真的是我姐吗？我都快不认识你了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心狠手辣？你明明知道陈明是丽丽的亲人，竟然还把他送到监狱里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陈明是陈丽丽的亲人，我就不是你的亲人了吗？你知不知道陈丽丽给我下了迷药，要陈明录下侮辱我的视频，他们想要我身败名裂，痛不欲生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发现，现在我可能已经被他们兄妹俩录下视频威胁了。沈傲一脸嘲讽，冷冷地说：“这又是你为了诬陷丽丽编排好的借口吧？”我不相信丽丽这么善良温柔的人会做出这么狠毒的事。你早就看丽丽不顺眼，连带着也想把我赶出沈家。陈丽丽半靠在病床上，指着我咒骂：“贱人，谁让你来的？赶紧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！”我嗤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播放一段视频，正是陈丽丽和陈明商量如何对我实施犯罪。哥，沈月每周日都会在家休息，明天我和沈傲要去孕检，沈月就交给你了，要不要我给他下点药啊？不用不用，我一个大男人还治不了他，再说了下药了就没意思了，我就喜欢看女人挣扎，你可千万不能失手，一定要拍下他被羞辱的视频。你确定那个摄像头沈月没发现？陈丽丽笑容僵住，脸色被吓得瞬间苍白，不死心地狡辩道：“你胡说，这肯定是你动了手脚，提前录好的假视频，就是为了要诬陷我，是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勾起了嘴角，然后又从包里拿出一份证明，这个孩子不是沈傲的，至于是谁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沈傲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亲子鉴定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与沈傲的父子关系几率为0，01分号。沈傲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份证明，嘴里喃喃着：“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”陈丽丽哭着说：“沈傲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沈月安排的，这份鉴定肯定是假的。你不要相信他的挑拨离间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陈丽丽脸上就被沈傲打出5个鲜红的手指印。沈傲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愤怒地吼着：“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”说着，沈傲就掐上了陈丽丽的脖子，用力收紧了手。陈丽丽被勒得喘不过气，双手不停在空中挣扎着。
我不想再看这场闹剧，走出了病房。陈明最终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，而陈丽丽，我看在孩子没人照顾的份上，暂时放过她。我找人调查后才知道，陈丽丽是陈家收养的女儿，而陈丽丽的孩子正是陈明的。不过后来听说她在一家夜总会工作，傍上了一位富豪，但陈丽丽依然死性不改，天天挑衅原配。怀孕后还要逼宫上位，富豪原配也不惯着她，直接把她弄到医院流产，还废了她一条腿。而沈傲因为陈丽丽的事备受打击，有了严重的心理疾病，开始变得控制不住自己。后来见到人就掐住别人的脖子，质问你为什么要骗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我只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父母也对他彻底失望。而我在2年后接手了沈氏，5年后成为江城最年轻的女首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